好，小朋友，咱们接着学习第9课。从汉语拼音第9课开始啊，咱们要学习的都是复韵母。什么叫复韵母呢？就是每一个韵母啊，都是由2个单韵母或者由2个以上的字母组成的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复韵母。请看屏幕，我们这里边第一个要学的复韵母是 I。大家看，2个人紧紧地挨在一起，就是它的读音 I。请大家看老师手里的卡片，注意，你看卡片 I 是怎么样读的呢？从 A 读到 一，口型也是从大到小到扁 I 是这样过渡读的。好，自己练一练 I， 非常好，就是这样读。好，回到屏幕上来，我们继续来看。那么在这里边，如果标上声调，你是自己读一读 I。 同学们注意读的时候，不要把它读得很快，非常难听，而且没有读准。我们这里边说吐字归音 I， 要这样去读。好了，我们看一看 I 和的相拼的 I 呆，对，接着再继续特 I 胎了 I 奈了 I 来，你看加上音调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字，组很多很多的词了。我们来看第2个字母，在这幅图上啊，我们看到一个小哥哥呀，在用力地砍着一棵死掉的树。那么他用力地砍，嘴里边就会发出什么声音来呀？就是啊。那么你再看这个死树，这个树杈和小哥哥手里拿着斧子，好，就有了咱们要学的字母 A， 就是他发出来的声音。读清楚了 A。 好，请看老师手里拿的卡片。那么我们在读这个 A 的时候，仍然要注意口型，由于它是和一组成的，注意读的时候 A 还是要读到一的 A， 这样读清楚，把2个字母过渡的音要读清楚 A。 你看读得快读得慢都要注意 A。 好了，回到屏幕上来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在这里边标上调仍然要读准 A。 那么和声母相拼的时候，波 A 杯，破 A 呸，摸 A 妹，佛 A 飞，你看一定要吐字归音，读清楚。这样我们再来看第3个字母，在图上我们看到小姐姐呀，围着一条围巾，她在这条围巾上面其实就有咱们的字母 V。 回来看老师手里拿的卡片，注意读的时候，从乌过渡到一 V， 其实中间还划过了一个字母的音 V。 好，注意口型 V， 这样去读。好，回到屏幕，我们加上4声来试一试。尾，好，和声母相拼呢，同样是微追，是微吹，是微睡，是微瑞。同样我们可以把它加上声调，在生活中找一找这样的字音。好，那么下边呢，我们看一看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。你看现在我们书写的是一个音节，
大家注意，书写音节的时候，音节的几个字母要挨得比较紧。另外，后标调。最后标调。接着再来看一标调，点去掉，一不标调，要留着原点。那么大家在这里边会看到了，我们在书写音节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？第一，每一个字母之间的空隙要匀称。第二，书写的时候是先按照顺序书写字母，最后标调。第三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把一个音节看完整了，再去写一个音节，不要看一个字母写一个字母，最后你都不知道写出来的是什么音节。科哀开，读清楚看准了，一次把音节写好。歌 a 给，呵为回，都是这样。另外从这里边呢，我们同样看到了标调标在哪个字母上。好，请看老师手里的卡片，这6个字母啊是最开始我们学的6个单韵母。如果我们把啊叫做老大，按照顺序往下排，啊老大，哦老二，老三，一乌吁4 5 6。那么排了这个顺序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标调了。在音节里边有啊，老大在就标在老大的头上，老大不在找老二，老二不在找老三，就是这样的顺序。但是大家记住，一乌并列有点怪，一乌并列有点怪，不管谁在前边走，帽子总给后人戴，那帽子就指的是声调。一乌并列有点怪，不管谁在前边走，帽子总给后人戴。再来，标调的时候，从老大开始找，老大不在找老二，老二不在找老三，一乌并列有点怪，无论谁在前边走，帽子总给后人戴。好，记住这是标调的一个小儿歌，也是一个规则。回到屏幕上，我们来看一看。你看，就是这样，有老大给老大标调，没有老大接着找老二，老二不在给老三。那么接着往下看，一乌并列有点怪，不管谁在前边走，帽子总给后人戴，于是给一就标上了。好，那么接着我们往下看，这是一幅图，这幅图告诉我们春天来了，小朋友在种树，3个小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，做什么呢？你栽树，他培土，我去提水。你看，小姐姐跟2个小哥哥这样说着话。那么说话的时候注意，你栽树，他培土，我去提水，不好听，于是语气要有停顿。小姐姐跟他说，你栽树，他培土，我去提水，这样呢，你看又有停顿，又读清楚了，话说明白了，多好啊！你试着读一读，你栽树，他培土，我去提水，就这样读。好，后面呢还有这样的一首小儿歌，题目叫做《小白兔》，听老师读一遍。小白兔，小白兔穿皮袄，耳朵长，尾巴小，3瓣嘴，胡子翘，一动一动总在笑。注意轻声读法，注意描红的音节。好，小朋友你自己来读一读，也能读得非常好的。小白兔，
小白兔穿皮袄，耳朵长，尾巴小，三瓣嘴，胡子翘，一动一动总在笑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从图和儿歌中认识了这样几个字：你、他、水、白、皮、轻声字、在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这棵书就学到这里。